傅慎言的生日宴，也是我的收网日。喧嚣的音乐里，我踮起脚，在他耳边用最缠绵的语气说：“阿言，我爱你。”然后，趁他情动，指尖将那枚薄如蝉翼的微型定位器，无声地贴在了他昂贵西装的内领上。3分钟后，警笛撕裂夜空，他被特警按在地上，隔着人群，他看向我，忽然笑了：“苏晋，你赢了。”转身后，我冲进洗手间，扶着冰冷的盥洗台，吐得昏天黑地。我颤抖着看着镜中惨白的脸，手不受控制地抚上了小腹。我怀孕了。亲爱的朋友，你好呀。此刻的你，是刚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正窝在沙发里放松，还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想暂时逃离外界的喧嚣呢？无论你身处何方，此刻请试着放慢呼吸，欢迎来到心灵小书馆。这里没有厚重的典籍，没有复杂的理论，只有一本本藏着温柔与力量的小书，和一段专属于你的与心灵对话的时光。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那我们故事开始。苏晋警官，恭喜你，任务圆满完成。审讯室外，队长林海递给我一杯温水，语气里是压抑不住的赞赏。我接过水杯，指尖的颤抖却出卖了我。傅慎言招了吗？我问，声音沙哑的像被砂纸磨过。还在审，骨头很硬。林海看着我，不过有你拿到的核心账本，他这辈子都别想出来了。你立了大功，局里已经给你报了2等功。2等功，多荣耀的3个字，可我脑子里盘旋的，却是傅慎言被按倒时，看向我的那个眼神，没有愤怒，没有怨恨，只有一种了然的、破碎的笑意。他说：“苏晋，你赢了。”他叫的不是我卧底的名字阿锦，而是我的本名苏晋。他早就知道了，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疼得我无法呼吸。林海看出我的不对劲，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知道你辛苦了，这3年卧底生活不好过，现在结束了，好好休息一下，心理疏导那边也会安排。”我点了点头，没说话。对了，林海像是想起了什么，傅慎言点名要见你，说有一样东西要亲手交给你。我的心猛地一跳，什么东西？他没说，只见不见，决定权在你。我几乎是立刻就做了决定，我见他，我必须去，我必须知道，他到底知道了多少，又想做什么。再次见到傅慎言，是在24小时之后。他穿着灰色的囚服，剃了寸头，手腕上是冰冷沉重的手铐。短短1天，他身上那股睥睨众生的枭雄气焰就被消磨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种沉静的疲惫。可当他抬眼看向我时，那双深邃的眸子依旧像一汪深潭，能将人吸进去。我们隔着一层厚厚的防弹玻璃，通过电话听筒对话。瘦了，他开口，声音带着一丝电流的嘶哑，说的却是最寻常的家常话。我的鼻子一酸，差点当场落泪。我死死咬住下唇，把所有情绪都咽回去，换上了一副冷漠的公事公办的口吻：“傅慎言，你找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个。”他低低地笑了一声，胸腔的震动通过听筒传过来，依旧能让我心悸。苏警官，穿警服的样子很漂亮。他看着我，目光专注而温柔，比你穿那些裙子更适合你。我的伪装瞬间崩塌。你到底什么时候知道的？我忍不住问。很久了，他淡淡地说，从你第一次为了拿到我书房的钥匙，笨拙地给我灌酒开始。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那是2年前的事，我以为我做得天衣无缝。那你为什么？
为什么不揭穿我？为什么还对我那么好？因为我想看看。他打断我，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我看不懂的悲哀。一个骗子，愿意为一个任务演到什么地步？也想看看我自己，明知是毒药，能饮下多少？他的话像一把刀，精准地捅进了我的心脏，然后狠狠地搅动。原来，这2年多的温柔缱绻，情深意重，都只是他陪我演的一场戏。他在看我的笑话，一股巨大的羞耻和愤怒涌上心头，盖过了所有的心痛。所以，你现在满意了？看到我亲手把你送进来，是不是很有成就感？我冷笑着问。不，他摇了摇头，目光落在我的小腹上，眼神变得异常柔软。我只是有点遗憾。我的心跳漏了一拍。你叫我来，到底要给我什么？我强行转移话题，我怕再继续下去，我会彻底失控。他抬起被铐住的双手，将一张对折的纸贴在了玻璃上。那是一张 B 超单，日期是3天前，是我偷偷去医院孕检的那一张。我的世界在看到那张 B 超单的瞬间彻底崩塌了，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四肢冰冷得像坠入冰窖。他怎么会有这个？我明明已经销毁了。你调查我？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我只是关心你。傅慎言的声音很轻，却像重锤一样砸在我的心上。你最近总是嗜睡，闻到油烟就想吐。阿锦，我虽然没当过爹，但这点常识还是有的。阿锦，他又叫我阿锦了，这个他叫了3年的亲昵的名字。傅慎言，我猛地站起来，几乎是嘶吼出声。你这个疯子，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他看着我，目光平静的可怕。我只是想告诉你，苏晋，孩子是无辜的，这是傅家的第1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我名下所有的合法资产，已经通过律师转到了他的名下。等他出生，他会是100亿家产的继承人。我不需要你的臭钱。我歇斯底里地吼道。我也不会生下这个孩子。这句话一出口，傅慎言一直平静的眼神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他死死地盯着我，一字一句地问，你说什么？我说，我不会生下你的孩子。一个罪犯的种，他不配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口不择言，用最恶毒的话语，像一把刀子一样刺向他，也刺向我自己。我知道，这会让他痛苦，也只有让他痛苦，才能稍稍缓解我此刻被欺骗、被看穿的屈辱和心碎。傅慎言的脸色一瞬间变得惨白，他握着听筒的手青筋暴起，手铐因为他的用力而发出咔嗒的轻响。我们就这样隔着玻璃对峙着，空气仿佛都凝固了。许久，他缓缓地松开了手，整个人颓然地靠在椅子上，仿佛所有的力气都被抽干了。苏晋，他闭上眼，在睁开时，眼底只剩下一片死寂。你真狠。说完，他直接挂断了电话，对旁边的狱警说，我见完了。他从始至终没有再看我一眼，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铁门之后，我才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瘫坐在椅子上，眼泪无声地滑落。我赢了，我把他送进了地狱。可为什么？我的心比他更痛。从看守所出来，天正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没有打伞，任由冰冷的雨水打在脸上，和泪水混在一起。林海的车就停在不远处，他见我出来，立刻撑着伞跑了过来。怎么样？他跟你说什么了？我摇了摇头，不想说话。苏晋，你脸色很难看，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林海担忧地问。没事，可能有点着凉。我随便找了个借口。
回到局里，所有人都向我投来祝贺和敬佩的目光。苏晋，牛啊！一个人端了整个傅氏集团，以后你就是我们局里的传奇了。晚上庆功宴，你可不能缺席啊！我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一一应付着。庆功宴上，觥筹交错，所有人都很开心。他们高声谈论着这次行动的惊心动魄，谈论着傅慎言的罪有应得。我坐在角落里，一口一口地喝着果汁，那些喧嚣和热闹，仿佛都与我隔绝。3年的卧底生涯，像一场漫长的电影，在我脑海里一帧一帧地回放。我记得第一次见傅慎言，是在一个地下拳场，我按照剧本扮演一个被追债的单纯女大学生，被他英雄救美。他当时穿着一件黑色衬衫，靠在栏杆上，指尖夹着一根烟，烟雾缭绕中，眼神冷漠又疏离。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阿锦，锦绣的锦。他低笑一声，倒是人如其名。从那天起，我成了他的金丝雀，住进了他半山腰的别墅。所有人都以为我只是傅慎言无数个情人中的一个，很快就会被厌弃，连我自己都这么认为。我的任务就是留在他身边，搜集他的犯罪证据。为了留下来，我百般讨好，曲意逢迎。他喜欢听话的，我就乖巧温顺；他喜欢干净的，我就永远保持着一副不谙世事的天真模样。我以为我演得很好，可我忘了，傅慎言是个人精，他能在龙蛇混杂的黑道杀出一条血路，坐上头把交椅，怎么可能看不穿我这点拙劣的演技？现在想来，从一开始，他就在陪我演戏。他把我留在身边，或许只是觉得有趣，想看看一只伪装成白兔的小狐狸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可演着演着，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分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我记得有一次，为了拿到一份交易名单，我潜入了他的书房，结果被他手下最忠心的打手阿豹撞个正着。阿豹当场拔出枪指着我的头，认定我是内鬼。我吓得魂飞魄散，以为自己就要暴露，就要死在这里。就在那时，傅慎言出现了，他一脚踹开阿豹，将我护在身后，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狠厉。我的人，你也敢动？阿豹不服，严哥，这个女人来路不明，我亲眼看到她在翻你的东西。傅慎言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直接从腰间拔出枪，对准了阿豹的眉心。我再说一遍，滚出去！整个别墅的空气都凝固了。最后，是阿豹先败下阵来，不甘地收起枪，退了出去。书房里只剩下我们2个人，我吓得腿都软了，浑身都在发抖。他却转身，轻轻地把我拥进怀里，手掌一下一下地安抚着我的后背。别怕，有我在。他的怀抱很温暖，带着淡淡的烟草和雪松混合的味道，莫名的让人安心。那一刻，我差点就忘了自己的身份，忘了我的任务。我贪恋地靠在他怀里，甚至有那么一瞬间，希望时间能永远停留在这一刻。后来，他问我，去他书房做什么？我按照早就想好的说辞，红着眼圈，委屈地说，我听说你书房里藏着你前女友的照片，我想去看看，我想知道她到底长什么样，能让你念念不忘。这个理由，我自己都觉得蹩脚，可傅慎言竟然信了，或者说，他假装信了。他叹了口气，揉了揉我的头发，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的宠溺。傻瓜，我没有什么前女友。他说，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那天晚上，他带我去了他的密室，我以为里面会是枪支、毒品或者成堆的现金，可里面
只有一面墙的照片，全都是我。有我在花园里浇花的，有我在厨房里笨拙地学做蛋糕的，有我在沙发上蜷缩着睡觉的，各种各样的我，都是我不知道的时候，他偷偷拍下的。照片的旁边还有一个保险柜，他打开保险柜，里面没有金银珠宝，只有一沓厚厚的信，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他从里面抽出一封，递给我。他去世前说，如果这辈子能遇到一个真心想娶的女人，就把这些信交给她。我的指尖颤抖着接过那封已经泛黄的信，我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黑道枭雄，在我面前毫无保留地展露他最柔软的一面。我该感到荣幸，还是该感到恐惧？阿锦，他从身后抱住我，下巴抵在我的发顶。嫁给我，好吗？我整个人都僵住了。嫁给他，一个远景，嫁给一个罪犯，这简直是天底下最荒谬的笑话。可我看着满墙我的照片，看着他眼里的真诚和期待，我竟然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好，我们的婚礼办得很低调，只请了他最亲近的几个心腹，没有法律效力，只是一场属于他那个世界的仪式。我穿着他亲自为我挑选的婚纱，站在他身边，接受着众人的祝福。所有人都说，严哥找到了他的软肋。我也曾一度以为我是特别的，我甚至开始幻想，如果他不是黑道大佬，我不是远景，我们只是普通人，那该有多好。我们可以像正常夫妻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会为他生一个孩子，一个像他，又像我的孩子。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像藤蔓一样，疯狂地在我心里滋生。我开始变得不像自己，我会因为他多看了别的女人一眼而吃醋，我会因为他彻夜不归而担心，我会因为他受伤而心痛，我甚至开始下意识地拖延任务的进度，为他销毁一些无关紧要的证据。林海察觉到了我的异常，他找我谈话，语气严厉。苏晋，你是不是忘了你的身份？你是个远景，傅慎言是罪犯，是你必须亲手抓捕的敌人。我没有忘，我激动地反驳，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你知道？林海冷笑。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傅慎言上个月的一批货，我们的人扑空了？是不是你走漏了消息？不是我，我大声否认，可我的心里却虚得厉害。那次行动前，傅慎言正好胃出血住院，我衣不解带地照顾了他3天3夜。他拉着我的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阿锦，如果有一天我一无所有了，你还会不会在我身边？我当时是怎么回答的？我说，会，就算你什么都没有了，你还有我。然后我就不小心打翻了水杯，弄湿了他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手机送去修了2天，也就是在那2天，警方的行动失败了。现在想来，一切都那么可笑。我自以为是的感情，我以为能动摇他的真心，不过是他计划中的一环。他早就知道我是远景，他只是在利用我，利用我的感情，给我传递假消息，保护他的生意。而我像个傻子一样，心甘情愿地为他所用。庆功宴结束，我一个人回了宿舍，这是局里给我安排的临时宿舍。3年来，我一次都没有回来住过。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和我住了3年的半山别墅比起来，简直天差地别。可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归宿。我躺在冰冷的床上，睁着眼睛，直到天亮。第2天，我向林海递交了辞职报告。你要辞职？林海很惊讶。为什么？你立了这么大的功，前途一片光明。我累了。
我说，这3年，我过得太累了，我想换个地方，重新开始。林海沉默了很久，是因为腹肾炎。我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苏晋，你是个好远景，不要因为一个罪犯，毁了你自己。他劝我。我摇了摇头，队长，我已经决定了。我知道，我没办法再待下去了。我没办法穿着这身警服，心安理得地接受所有人的赞美，因为我知道，我配不上。我背叛了我的信仰，我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甚至我还怀了他的孩子。这个孩子是我身上洗不掉的烙印，是我罪恶的证明。辞职手续办得很快，我脱下穿了8年的警服，把它叠得整整齐齐，放进了衣柜最深处。然后我订了一张去往南方小城的火车票。我想离开这个城市，离开所有认识我的人，去一个没人知道我过去的地方。至于肚子里的孩子，我去了医院。当我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看着头顶惨白的灯光时，傅慎言那双悲伤又绝望的眼睛再一次浮现在我眼前。他说，苏晋，你真狠。他说，孩子是无辜的。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密密麻麻的疼。医生，我在最后一刻抓住了医生的手。对不起，我不做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改变主意，或许是我骨子里还残留着一丝不忍，或许是我潜意识里还想为自己和傅慎言之间那段荒唐的感情留下一点什么，也或许我只是单纯的舍不得这个在我肚子里悄悄生根发芽的小生命。它是罪恶的果实，但也是我唯一的念想。我在南方一个叫云溪的小镇安顿了下来，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节奏很慢。我用所有的积蓄租下了一个带院子的小房子，在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我给自己改名叫林婉，晚来的晚。我告诉所有人，我是一个丈夫早逝的寡妇，来这里散心。镇上的人都很同情我，对我格外照顾。我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孕期的反应很严重，我吃什么吐什么，整个人瘦得脱了相。有无数个夜晚，我都会从噩梦中惊醒，梦里全是傅慎言。他时而温柔地抱着我，叫我阿锦，时而又用那双淬了冰的眼睛看着我，说，苏晋，你真狠。我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天边的晚霞发呆。我在想，如果当初我没有接下那个卧底任务，我和傅慎言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可人生没有如果，从我穿上警服宣誓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我们是2个世界的人，永远不可能在一起。傅慎言的案子开庭了，我在新闻上看到了他穿着囚服，被法警押着走上被告席。他瘦了很多，也憔悴了很多，但脊背依旧挺得笔直。庭审持续了3天，他所有的罪名都成立了，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的那一刻，他很平静，脸上甚至还带着一丝微笑。他隔着荧幕，仿佛在看着我。我的眼泪在那一刻决了地。我不知道自己是在为他感到悲哀，还是在为我们这段孽缘画上句号而感到解脱。执行死刑的那天，天气很好，我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晒着太阳。肚子里的孩子第一次踢了我，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像一只小鱼在我的肚子里游动。我抚摸着隆起的小腹，轻声说，宝宝，别怕，妈妈在。从今以后，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了。10个月后，我生下了一个儿子，我给他取名叫傅念安。
思念的念，平安的安。我希望他能一辈子平平安安，也希望他不要忘记他的父亲，尽管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告诉他他的父亲是谁。安安长得很像傅慎言，尤其那双眼睛深邃明亮，像天上的星星。他很乖，不哭不闹，从小就比同龄的孩子要沉稳。我一个人带着他，很辛苦，但也很快乐。他是我生命里唯一的光。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平静地过着。我以为我和我的过去已经彻底割裂了，直到安安3岁生日那天，一个不速之客打破了我们平静的生活。那天我正在厨房给安安做长寿面，院子的门被人敲响了。我擦了擦手，走出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面容冷峻，眼神锐利。是阿豹，傅慎言最忠心的手下。我浑身的血液在看到他的那一刻瞬间凝固。他怎么会找到这里？苏小姐。阿豹的眼神很复杂，有恨，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好久不见。我下意识地把他挡在门外，声音发紧，你来干什么？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阿豹说，我只是受严哥所托，来看看小少爷。他的目光越过我，落在了我身后的安安身上。安安正抱着一个皮球，睁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看着我们。严哥他早就知道你会留下这个孩子。阿豹的声音有些哽咽，他临走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他让我不要来打扰你们，只要在暗中保护你们母子平安就够了。我的心狠狠地揪了一下。那你今天为什么？因为阿豹从怀里掏出一个密封的牛皮纸袋，递给我，这是严哥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他说，等你什么时候愿意看了再看。我颤抖着手接过了那个信封，很薄很轻，却又重若千斤。苏小姐。阿豹看着我，忽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你干什么？我吓了一跳。我替严哥。谢谢你。他抬起头，眼眶通红。谢谢你，为他留下了这一点血脉。说完，他重重地给我磕了3个头，然后起身，转身，毫不留恋地离开。我站在门口，拿着那封信，呆立了很久，直到安安跑过来，拉着我的衣角，奶声奶气地问，妈妈，那个叔叔是谁啊？我回过神，蹲下身，把他搂进怀里，眼泪再也忍不住，汹涌而出。我终究还是没有打开那封信，我把它和那张 B 超单一起锁在了一个盒子里，藏在了床底最深处。我害怕看到信里的内容，我怕他会质问我，怨恨我，更怕他会说他爱我。无论是哪一种，我都承受不起。生活又恢复了平静，仿佛阿豹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我知道在某个我看不见的角落，有一双眼睛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那是傅慎言留给我和安安最后的温柔。安安5岁的时候上幼稚园了，幼稚园开家长会，老师要求每个小朋友都画一幅我的爸爸。安安拿着一张白纸，坐在书桌前，一整个晚上都没有动笔。我走过去，摸了摸他的头，安安，怎么不画啊？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充满了困惑和委屈。妈妈，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为什么我没有？这个问题，我早就预料到他会问，我也在心里演练了无数遍答案。可当他真的问出口时，我的心还是像被刀割一样疼。我把他抱在怀里，
柔声说，安安有爸爸，只是爸爸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出差了。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等安安长大了，他就会回来了。那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为什么要去那么久？我沉默了。我该怎么告诉他？告诉他，他的父亲是一个黑道大佬，一个杀人犯，一个已经被执行死刑的罪人。不，我不能让安安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出身，活在别人的指指点点中。我深吸一口气，看着安安清澈的眼睛，说出了那个我准备了一辈子的谎言。安安的爸爸是一个英雄，他是一名卧底员警，为了保护更多的人，牺牲了自己。安安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那爸爸是不是很厉害？是，我笑着，眼泪却滑了下来。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最勇敢的人。从那以后，安安有了一个英雄爸爸，他会骄傲地跟所有的小朋友说，他的爸爸是远景，是大英雄。他会把所有关于远景的玩具都当成宝贝。他说，他长大了，也要当一名像爸爸一样勇敢的远景。每当听到他说这些话，我的心都像是被凌迟一样。我给了他一个光鲜亮丽的谎言，却要用一辈子去圆。我不知道，等他长大，知道真相的那一天，他会不会恨我？恨我欺骗了他，恨我给了他一个罪犯的血脉。可我别无选择，这是我能为傅慎言、为安安做的最后一件事。安安7岁那年，我带着他回了一趟我曾经生活的城市。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只是想带他去看看他父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城市变化很大，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我凭着记忆找到了那栋半山别墅，这里已经被查封，大门上贴着封条，院子里的杂草长得有1人多高，曾经的繁华和喧嚣都化作了眼前的断壁残垣。妈妈，这里是什么地方呀？安安拉着我的手问。这里是妈妈一个朋友以前住的地方。我隔着铁门看着里面熟悉的一草一木，仿佛还能看到傅慎言穿着黑色衬衫站在2楼的阳台上对我微笑。他说，阿锦，过来。他说，阿锦，嫁给我。他说，苏晋，你赢了。往事一幕幕如潮水般涌来，将我淹没。我捂着嘴，不让自己哭出声。离开别墅，我鬼使神差的带着安安去了傅慎言的墓地。他没有墓碑，因为他是死刑犯，骨灰是不允许家人领回的。这里只是一个衣冠冢，是阿豹偷偷为他建的。墓碑上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编号。我买了一束白菊，放在墓前。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站着。安安很懂事，也学着我的样子，对着墓碑鞠了3个躬。妈妈，这里面也住着你的朋友吗？我点了点头。他是个很好很好的人。那他为什么会住在这里啊？因为他太累了，所以在这里睡觉。安安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他最喜欢的奥特曼玩具，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墓碑前。叔叔，奥特曼送给你，他会保护你，不让怪兽欺负你。童言无忌，却让我瞬间泪崩。我紧紧地抱住安安，仿佛要将他揉进我的骨血里。傅慎言，你看到了吗？这是我们的儿子，他很善良，很可爱。他以为你是一个英雄，你会怪我吗？回云溪的火车上，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我梦回了3年前傅慎言的生日宴。我没有把定位器贴在他身上，警笛没有响起。宴会结束后，他拥着我
在露台上跳舞。他问我，阿锦，许个愿吧。我说，我希望我们能永远在一起。他笑了，吻着我的额头说，傻瓜，我们会的。然后我醒了，窗外是飞速倒退的风景。安安靠在我的肩膀上，睡得正香。我看着他酷似傅慎言的睡颜，心里一片平静。我知道，我该和过去做个了断了。回到家，我从床底拿出了那个尘封已久的盒子。我打开它，拿出了那封傅慎言留给我的信。我的手依旧在抖，但我知道，我不能再逃避了。我深吸一口气，撕开了信封。信纸上是傅慎言熟悉的苍劲有力的字迹，没有我想象中的质问和怨恨，只有短短几行字：无期苏尽亲戚，不必为我难过，这是我应得的结局。我这一生，手上沾满了血，脚下踩着白骨，死有余辜，唯一的光便是遇见你。虽然这束光最后将我送入了深渊，但我不悔，能死在你手上，是我傅慎言这辈子最大的荣耀。照顾好自己和我们的孩子，告诉他，他的父亲是一个英雄。勿念，傅慎言，绝笔。信的末尾还画了一个很丑很丑的简笔画小人，一个小远景牵着一个小男孩，旁边写着2个字，安安。我再也控制不住，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原来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我会留下孩子，知道我会告诉孩子他是一个英雄，他甚至连安安这个名字都替我想好了。他不是在陪我演戏，他是真的用他的生命在爱我，而我却亲手将这份爱送上了断头台。我是个罪人，我害死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爱我的男人。那天晚上，我发了高烧，整个人烧得迷迷糊糊，嘴里不停地喊着傅慎言的名字。是安安，半夜发现我不对劲，用他小小的身子拖着电话给我叫了救护车。我在医院里躺了3天，醒来的时候，安安正趴在我的床边，小脸上挂着泪痕。看到我醒了，他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妈妈，我以为你不要我了，我以为你也要像爸爸一样，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心疼地把他抱进怀里，亲吻着他的额头。傻孩子，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妈妈会陪着安安，直到安安长大，娶媳妇，生孩子。我抱着他，感受着他温热的体温，心里从未有过的安定。傅慎言，你放心，我会好好活着，我会带着我们的孩子，带着你的爱，好好的活下去。我会把他培养成一个真正的，像你希望的那样，正直、勇敢、善良的人，一个真正的英雄。出院后，我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轨，每天接送安安上下学，给他做饭，陪他玩游戏。只是我的床头多了一张照片，是傅慎言的，是我从他密室里偷偷拿出来的那张。照片上，他穿着白衬衫，站在阳光下，笑得像个不谙世事的少年。那是在我们认识之前，我偷偷跟踪他时拍下的。那时候的他还没有成为后来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傅先生，他只是傅慎言。每天晚上，我都会对着照片跟他说说话，说安安今天又学了什么新知识，说了什么有趣的话，说院子里的花又开了，很漂亮。他从不回应，只是静静的用那双温柔的眼睛看着我。我知道他在听。安安上小学了，开学典礼上，他作为新生代表发言。他穿着小小的校服，
站在国旗下，声音清脆响亮。他说，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远警，因为我的爸爸就是一名伟大的远警，他为了保护我们，牺牲了自己。我要像他一样，成为一个能保护大家的人。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站在人群的最后，看着台上那个小小的身影，挺拔得像一颗小白杨，眼眶渐渐湿润。阳光下，他的轮廓和照片里的那个人渐渐重合。我仿佛看到傅慎言就站在他身边，满眼骄傲地看着我们的儿子。一晃10年过去了，安安长成了一个英俊挺拔的少年。他品学兼优，是学校的风云人物，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了警校。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他抱着我，又哭又笑。妈，我做到了，我离爸爸又近了一步。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背，是，妈妈为你骄傲。他收拾行李去学校报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母子俩聊了很久。他忽然问我，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我的心咯噔一下，为什么这么问？我从小就觉得，你看着我的时候，眼神里总是带着一种很悲伤的情绪，而且你从来不提爸爸的具体事情，也从来不带我去看他的战友，或者去烈士陵园。安安看着我，眼神里带着超乎年龄的成熟和敏锐。妈，我长大了，不管真相是什么，我都能承受。我知道，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这个我用谎言编织了10几年的童话，终究还是到了该戳破的时候。我从卧室里拿出了那个盒子，当着他的面打开，里面是那张泛黄的 B 超单，那封傅慎言的绝笔信，还有我那身被珍藏了10几年的警服。安安看完了所有的东西，一言不发，他只是坐在那里，沉默了很久很久。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我也不敢问。我做好了准备，准备迎接他的质问，他的愤怒，甚至他的怨恨。所以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的厉害，我的父亲不是英雄，而是罪犯。是。我闭上眼，艰难地点了点头。而你是亲手把他送进监狱的。远景。是。我的心沉到了谷底。我知道，我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我的儿子，他会恨我。然而，安安接下来的举动却让我始料未及。他站起身，走到我面前，张开双臂，给了我一个深深的拥抱。妈，他把头埋在我的肩膀上，声音闷闷的，带着哭腔。这些年，你辛苦了。我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我以为他会恨我，会怨我，可他说的却是，我辛苦了，你不怪我吗？我哽咽着问，怪你什么？他抬起头，用手擦掉我的眼泪，眼睛红得像兔子。怪你给了我生命，还是怪你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给了我一个没有阴影的童年？妈，在我心里，你和他都是英雄。他说，他，而不是爸爸。我知道，他需要时间。这个警校，我还是会去上。安安看着我，眼神坚定，但不是为了成为他，而是为了你，也为了赎罪。他要用他的一生去弥补他父亲曾经犯下的错。结局，安安去警校报到了。他走的那天，我去送他。火车站台上，他穿着一身迷彩服，身姿挺拔，英气逼人。他朝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妈，等我回来。我笑着朝他挥手，眼泪却怎么也止不住。火车缓缓开动，载着我的少年，奔赴他的未来。我站在原地，很久很久。傅慎言，你看到了吗？我们的儿子，他长大了，他比我们想象的更勇敢，更善良，也更爱你。他会成为一个好远景，他会替你走完那条你没能走完的光明正道，而我也会守着我们的家，守着我们共同的回忆，等你，等我们，在另一个世界，在相遇的那一天。到时候，我不会再骗你，我会告诉你，傅慎言，我爱你，从始至终，都只有你。今天的心灵小书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记得把这份温暖也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让更多人能在文字里找到慰藉。下一期心灵小书馆，我们会带着新的温暖文字与你相遇，不见不散呀，亲爱的朋友。